好，我们今天就来讲 AirPods Pro 的5个致命缺点，是不会致命啦，这样讲是有点夸张，应该没有电子产品会让人致命，除了先前有一台会爆炸的手机之外。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优点，这一点必须还是要老实讲。比较组的话，我就拿来跟这一款 Sony 的这个1000XM4，哇，这个名真的是有够，所以这两只就有点像是对照组。那我先前使用耳罩式耳机的话，就是Sony 的这一款的第2代，当初没有用很久，我觉得它的音质还好，很一般，然后使用上的体验我也觉得还好，所以我当初就没有用了非常久。这一次买了 AirPods Max， 那当然想必而然就要有一些市场上一些比较多人喜欢的或是比较红的一些耳机拿来做对照，所以我就选择这一款 Sony。那这2款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那其实为什么会先开始讲缺点呢？其实这个是在我意料之外。一开始我的稿写的就是一般的评测啊，就是要讲它的一些我喜欢的地方什么这样子。然后真正使用它48小时之后，发现实在是有很多我觉得不够好，或是使用上真的是不太方便、不太喜欢的地方。又加上这次的价格是这么的高，尤其是在台湾的价格真的是很贵。那也因为这样让这些缺点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不能接受。所以好吧，那我们就来开始泡它吧。那我们就来讲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那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形容它呢？就最好形容方式应该就像是你们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在送礼的时候，有些礼物没有送就算，那有一些礼物反而你送了更伤感情，这个就有一点像这种概念。那这个东西我实在不了解，就是说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其实在一开始工厂包装影片流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一直以为这个只是一个指套就是只是保护它不会去摩擦到这样子，结果后来看到它其实是真的一个保护套。那苹果就是说这个耳机送给你的保护套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好，那这个东西你装上去之后，好，我们先不讲外形这个东西很主观，有人可能觉得好看，那我觉得没差，保护套就是保护套。你看它保护到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边还有开口。OK， 这边都还有开口，那这些地方都还是会去摩擦到。那上面的地方，按钮的地方也是完全没有保护到，这些金属接环啊都没有保护到。那一个最脆弱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上面这个网状的地方也是完全没有保护到。苹果一开始讲法是说，这个东西是很快的让你的耳机进入一个低耗电模式，那让大家以为就是说没有这个套子就不能进入低耗电模式。那后来发现还是可以，只是它时间拉得长一点。那后来就算是说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它其实耳机的本身还是不会算太耗电，所以就是说更显得这个东西的意义更不了解，说为什么它存在，是要保护吗？保护不到，是要强制耳机进入低耗电模式吗？这个方面好像又还好，因为它毕竟没有非常耗电。如果你说保护到它的耳罩，好，那我了解保护到它的耳罩，可是耳罩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卖更换替换品的，那一副要2300，这个不要讲。那另外一个，它目前没有卖更换品，就是它上面这个网状这个地方没有保护到，这个地方破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至于另外一点， MKBHD 里面有讲到说下面充电孔对不准的问题，你现在看它没有对准，对不对？那我发现它其实就是在你这个耳罩延长这个地方，如果你都把它缩回去，它的角度就会调准。那问题那是不是说每个人每次在收回去的时候都要把它的尺寸调回去？那一般在其他的耳机有送保护套的耳机来讲，你需要这样做，因为它要塞进它一个保护套，因为他们通常是做一个整个全罩式的保护套，那这个又不是全罩式的保护套，为什么要做到这样？这我就不了解。那这个充电孔的问题，有人说可能小题大做了，因为你再怎么对不准，它都不会真的完全挡到，你还是调一下还是可以充电。但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一个18500的耳机，那相对来讲 Sony 这一款目前好像我们讲原价好像就是9000多1万这样子好了，它还是有送一个这个全罩式的保护套。那这种东西也不用贵啊，反正就是堪用就好。你送了这个好像让人家以为只是一个包装纸的东西，我就不太懂为什么。你如果说你的定位是说没有这个就是要让你在家里用的，这也不是吧，因为你毕竟有降噪模式啊。很多这种耳机你要对打的相对的款式就是像 Sony 这一款嘛，还有 Bose 那一款，在美国来讲是很多人通勤在使用的这一类的耳机，那所以降噪模式在坐飞机的时候也非常重要。那你这要让人家怎么放在包包里？因为我试着放过，真的上面这个东西就真的超容易勾到。那这边就来讲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上面这个网状。OK， 那有女性的 YouTuber 啊，还有观众有提到，就是说，头发在有假发夹或什么的时候，容易去勾到头发上面的饰品。那另一点也有提到嘛，收纳的时候你丢进包包，这个地方也是完全没有保护到。
到。那在佩戴的舒适感上面，我觉得相对起来跟这种比起来有没有比较舒适呢？我觉得还好，透气感的话一定是更好，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网状。至于讲到透气，其实很多人在佩戴这种耳罩式耳机，他们讲比较闷热或不舒服的地方都是在耳罩的部分啊。所以某方面来讲，我认为这个网状有点算是为了重量的一个妥协。那这边就要讲到下一个缺点，就是重量。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的耳机。那这个我在拿到之前就知道它是一个比一般这种塑胶感耳机还要重的。那我先前就想说，苹果就是有用比较好的材质嘛，有金属啊，有铝合金啊，什么组合起来，那当然就会比较重。那感觉起来好像相对起来重了1/3的重量，好像还好。那我实际戴起来之后，一开始戴上去感觉还好，你会感觉这个重量好像是还可以接受。这个是在你平常要坐正坐直的时候，因为它重量就是一个垂直的方式向下压在你的头上。可是我们平常其实在戴这种耳机的时候，以我个人来讲啦，那不管是你要用来打游戏啊，或是要看影片啊，或是看手机，我觉得我们人都很难呈现在是一个垂直坐的一个坐姿啦。我们可能是坐在沙发上，可能是有点靠着，有点躺着，或者是你躺在床上滑手机的时候，那这种时候你头一定是倾斜有一个角度，这个时候你重量马上就很有感。在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在我脖子后面这边马上就有一种脖子要去撑住它重量的感觉。久了之后，你可能大概10分钟、20分钟过后，慢慢这种感觉压力会越来越大。那我在测试这一款，我测试了48小时内，我戴的非常非常久，剪影片也戴，然后我看影片也戴，我现在脖子是非常酸的，所以是非常不舒服的。那这一点也是我一开始没有料到。那我先前也不是一个习惯戴耳罩式耳机的人，可能就觉得这个是我对耳罩式耳机的一个适应期吧。就当我换成这一款之后 ，Sony 这一款，我那种不适感马上就没了，然后马上脖子就轻松非常多。那在重量方面，我刚刚讲到嘛，上面这个网状，我觉得是一个设计上的妥协，就是为了减轻它的重量。那我们再看看它其他方面的材质，这边都是金属的材质，它整个耳罩的背后的部分也是铝合金，整块铝合金，这个就让我觉得说，是不是在整个选材上面需要全部都用到这种金属？虽然看起来是真的很爽，我看上去的时候，我刚在拍一些片花的时候，这个开起来真的是非常漂亮。可是这样在使用者体验感上面，是不是相对而言有点牺牲掉？那苹果会不会为了坚持使用这种金属材质这样的设计的外形，第一它重量变重，那第二它在制作的成本也垫高，那第三消费者真的使用上的体验其实也是扣分的。那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选材是不是值得的？我个人一开始在使用前也会觉得说，这样的耳机塑胶感很重啊，很丑，很无聊。那这样多漂亮，对不对？质感很好，可是真的用起来之后，体验感又有点不太一样了，就觉得或许不用那么坚持这种金属的材质。这一点或许希望他们下一代能做出一些改变。好，那下一个讲的就是充电方式。OK， 那它充电方式使用的是 Lightning 的接口，并不是 USB-C。那这一点我还勉强可以接受啦，因为它可能出发点就觉得使用的人就是使用 iPhone 的人，可能身边就是有 Lightning 的线。但偏偏今年的 iPhone 你又出了一个 MagSafe 整体推出的感觉会让人家觉得说，因为你除了手机上的 MagSafe 旁边有周边的 MagSafe 的配件 ，MagSafe 的充电线啊什么有的没的，相对你会觉得说，好像苹果在 MagSafe 上有一点要把它扩大到其他产品线的感觉。那这个又没有支援 MagSafe， 那连基本的无线充电都没有支援，你还是要用这种传统插线的方式，那就让我觉得说 AirPods 有无线充电 ，AirPods Pro 有无线充电，然后 AirPods Max 没有无线充电，那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惜。另一点就是说，我在有线充电的时候，我放进这个保护套的时候，这个对不对得准我们就先不讲了，它其实是呈现一个这样有点向内斜的角度，所以他在找充电的时候，我是要这种不是一个很好去充电的一个角度，这一点我也不是非常喜欢。那或许苹果本来是希望它有支援无线充电，那也有可能再来它会另外再出一个 MagSafe 或无线充电的保护套，专门给它使用。到时候这个价格是不是要再加个4-5千块上去？好，那另外缺点就是它没有 Pass-Through Audio， 那就是说它这边这个 Lightning 的线，如果你要使用有线的方式来听音乐的话，必须额外购买苹果另外一个 Lightning 配上 3.5mm 的一个线，这条大概1200块左右，对，所以价格又要再加上去。如果你要使用有线的话，相对来讲，在其他的无线耳机，他们大部分里面都会有附一条另外接音讯的线，它里面没有，你要另外再去买，然后又不容易买。以目前我所知道来讲的话，很多人测试副厂的都不能用，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有线的话，就乖乖去买原厂的。OK， 但如果你要使用有线的情况下，必须是要在这个耳机一定还是要有电的时候，那在很多其
其他的无线耳机来讲，你还是可以在它没有电的使用有线的方式去听音讯。那可能就是它一些电子配备的功能会关掉，像是降噪啊。但是以音讯来讲，他们还是也可以通过线去传输的。但是这一台没有办法，你没有电，这个线就完全没有任何作用。那这个线也不能帮你充电。那接了线之后，我个人觉得音质是有明显的提升啊。那更明显的就是在我跟别人在讲电话的时候，别人可以很明显的听到我的讲话音质变得更好。那我听到的方面也是一样。但我相信很多人其实买 AirPods Max 或会买 AirPods Max 的人都不是为了要用有线使用。很多真的会用有线去听耳机的人 ，AirPods Max 也不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可能要用更好的线啊，或者使用那种耳机专用的扩大器等等。那这个可能就不是他们在听音乐上面的首选。那有人就问我说啊，他们里面附的那一条 Lightning 对上 USB-C 的线，有没有办法直接接上你的 Mac， 然后当做音讯的传输？答案是没有办法的，那一条就是单纯只是充电用。所以呢，如果你要用有线的方法接收音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边听边充电。那或是你要买那种转接头啦。那另一方面，如果你用 Lightning 对这种音讯孔的话，那它就会从一个，如果你接到电脑的话，它就是数位转成类比，类比再转回数位。那音质是没有不好啊，可是就会觉得，苹果是不是可以不要把它搞得那么麻烦？可能就是它根本就是不希望你用线。OK， 但讲回来，它还是有一些我觉得很优越的地方啦，像是生态链上面的结合啊。那音质方面整体来讲，我个人认为是比 Sony 这一款还要好。那降噪方面大概是差不多。那以别人跟我讲法的话，在旁边有噪音的情况下 ，Sony 这一款在通话时候的收音是比 AirPods Max 还要好一点。但在通通模式上，我觉得 AirPods 真的就是完全超越目前我所试用过的其他厂牌。那也让我很好奇，说其他耳机厂这几年到底是在干嘛？因为在我其他试用过的厂牌，它的通通模式都是有一种很虚假，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它是把外面的收音收进来之后再播出来，那它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失真感。常常你不太确定，就是说它的通透模式，你收到的声音是耳机里面可能看影片或是听音乐收到的声音，还是真的是现场的环境音。这一点我觉得 AirPods Max 就是做的完全超越其他厂。但其实苹果在通通模式上面的厉害，我们在 AirPods Pro 就体验过，真的算是非常厉害。因为苹果就是一开启通透模式，就让你觉得耳机仿佛已经没有在你耳朵旁边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要使用过才会知道。那我觉得这或许本来就不是针对一般消费者的产品吗？又或许它就是只是针对一般消费者，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 AirPods 或者苹果这个产品本身来说，它已经升华到一个指标性产品的感觉。很多时候不管怎么样，或是多贵，品质如何，消费者总是会买单。我没有把价格列为一个缺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那或许每一个人的预算跟经济程度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很难说这个是一个缺点。但在我看来啦，如果我们就以现在跟市面上大致上别人拿来相比的这一款 OK， 或是 BOSS 那一款，以原价来说 AirPods Max 贵了这一款将近1倍，但是我觉得整体材质啊、选择啊、做工设计来讲，我必须要说它真的是仿佛有到那个价值。那再加上一些音效、音讯还有通透模式的部分，真的是到了一个其他厂目前还到不了的境界。所以是不是真的太贵？是不是真的有点太夸张？我觉得这个就让市场去反映嘛，看消费者对这个的产品反应是怎么样。以目前看来是卖到断货，所以或许苹果的定价是非常的精准，也是非常知道他们放到什么程度是消费者可以接受的。那以苹果第一次做耳罩式耳机的整体来说，不要跟我讲 Beats， 我觉得 Beats 不算。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付到这样的价格，我会希望以上我提的那些缺点至少解决掉个3、4项，才会让我觉得比较值得，也才会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成功、比较完整的产品。那所以最后我就想看看你们怎么想。可能很多人目前还没有使用到，或是你们已经使用到，或是你们已经看了非常多的评测，你们对这个整体的想法是什么？对于我以上提的这些缺点，你们有什么看法？评估回来这个价格，你们对这个产品的想法是什么？还有你们购买的意愿是什么？都在下方留言，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看看。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一下，然后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